在我的关系下，千亿地产老总亲自免试录取了刚毕业的堂弟。然而在高档餐厅里，当堂弟听说是我要请客，不知情的堂弟竟嘲讽我不过是个知根知底的穷亲戚，在他这个千亿地产公司的员工面前装什么装，却不知他立马要为他嚣张的嘴脸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叶宏伟是吧？你被我们公司开除了，以后不用来了。什么？你？叶宏伟连忙回拨过去，着急道：我是叶宏伟，为什么开除我啊？我才刚入职，什么都没做啊。这是董事长办公室直接下达的命令，想知道为什么？你去问董事长。行了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，挂了。此时六叔急得不行，连忙冲叶枫弯腰道歉。我知道这孩子有错，你别跟他计较，回去我揍他，狠狠的揍。不好意思，六叔，有些事情不是说改就能改的，这事就这样算了吧。六叔又气又急，转身就抓住叶宏伟开始一顿打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你堂哥道歉了，你是不是傻？叶宏伟此时才终于反应了过来，只是当着餐厅这么多人的面，他哪里能拉得下脸来去求叶枫？叶枫也看出了这一点，还是算了吧，看来他不打算低头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快道歉了。刚才不是很能嚷嚷吗？怎么现在不说话了？来，再骂我2句，也算你是个男人。见叶宏伟不说话，叶枫走上前去就是一巴掌。跪下，向我道歉，也许我还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不然以后荣城没你吃饭的地方，也不要觉得荣城容不下你，还有别的地方能容得下。只要我想，世界再大，你都没办法再找份工作。叶宏伟的确想说，荣城混不下去，我大不了去别的地方。可叶枫的话彻底断绝了他的念想。是啊，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个应届毕业生，傻子都知道该选谁。跪下！此话一出，叶宏伟的身体就颤抖了起来，甚至连膝盖都开始下意识地弯曲了起来。可六叔却一把拉住了叶宏伟，走，没有工作，爸养你。六叔，我能把他整死，你觉得治不了你吗？你们今天敢离开这里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，六叔心中一片绝望，更不敢相信叶枫竟然能说出这样的狠话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贵不贵？你只要说声不贵，没问题，我让你们俩走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让你们连喝西北风都困难。你不是牛逼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有多牛逼。叶枫，你太过分了，我给你磕头还不行吗？见六叔要弯腰跪下去，叶宏伟立刻拉住了他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们。这时叶枫却突然伸手把叶宏伟拉了起来，然后看向满脸泪水的六叔。六叔，对不住了，我给您道歉了。说着，叶枫给六叔弯腰鞠躬，直起身子后，他又拿出手机给葛清泉拨了过去。葛总，让叶宏伟继续入职吧。好。放下手机后，叶枫就看向不解的叶宏伟。记住今天你跪下的这一刻，这个社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的脾气如果不收敛，迟早有一天会付出比今天更惨痛的代价。看看你爸，为了你他甘愿给我下跪。若干年后回想这一幕，你的良心能过得去吗？各位，今天抱歉了，借大家吃饭的地方教育了一下我这小老弟，得罪之处还请谅解。今天所有的账算我头上。这话一出，就算是反应迟钝的六叔也终于明白了叶枫是在做什么。我这小兄弟刚从学校毕业，很多事情不太懂，以后各位如果有机会合作，还请多担待。叶先生客气了，您今天这堂教育课真的发人深省，早知道我就该把我儿子喊来，也让他看看整天拽的不行，管又没法管，头疼死了。是啊，还是叶先生有办法，相信这位小老弟以后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和宏伟一样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别人算个屁。可现实告诉我，这都是自己的错觉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想揍你一顿那是轻而易举的，最可怕的是他们随便一句话，可能让你一辈子都没办法翻身。所以你刚刚都是在演戏，就是为了教育宏伟做人处事的道理。宏伟，咱们虽然是远房亲戚，但我也算你哥，别怪哥对你心狠。六叔是老家亲戚里我唯一一个还能挂念的，我不想看到他的儿子走歪路。你记住了，不管以后混得好还是不好，对别人一定要尊重，这是你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的基础。此时无论六叔还是叶宏伟都明白了叶枫的意思。好了，葛总和我关系还算不错，宏伟在万顺地产工作，六叔可以放心。等北区项目差不多的时候，如果宏伟干得还可以，我有些股份可以转给他，到时候大侠也算个股东，不说一定有什么话语权，起码算是个保障。六叔，你看我这样安排行吗？行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跟你哥说谢谢。谢谢哥。六叔，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不用什么事情都你来提醒才懂得去做。我知道。宏伟，记住今天的教训，你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下跪，丢掉自己所有的面子，就没有什么事情是接受不了的。想做出成绩来，想赚大钱，就必须先丢掉脸面和尊严，不要被那些毒鸡汤洗脑，说什么要站着赚钱，要有尊严，其实都是屁话。叶宏伟默默地听着，这些道理以他现在的阅历还无法完全明白，但叶枫也不在意。去吧，这里是你人生中的第一站，如果有熟人照料，你都混不出个人样来，以后就不要来找我了。哥，虽然你说的那些话我还不是很懂，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会记住你做的这一切，也一定会努力工作，不辜负你的期望。这种废话不用说那么多，结果远比你说什么更有用，快去吧。见叶宏伟离开，叶枫就问道：六叔，您会怪我今天这样做吗？怎么会怪你呢？我知道你是为他好。我以前和宏伟一样，谁都不服，直到有一天我被人逼着下跪，被打得在医院住了足半年，却连讨回公道的机会都没有时，我才明白，在没有足够的实力前，你根本没有资格叫嚣什么。我不想让宏伟也遇到和我一样的事，所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。六叔听得正然，也并不知道叶枫所说的事情是数十年后发生的，他只能叹息道：你这孩子也是命苦，好在你自己争气，这些年也算有了出息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以后咱们都好好干，谁也不能再让我们下跪。对了，二爷家产的事情，你真的不再考虑吗？不考虑。
其实你二爷命挺苦的，当年打仗时他受伤在国外，足足昏迷了1年多。等醒过来的时候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没人能帮他回国。好在遇到了一位老华侨的赏识，但想回来一趟也不容易。这些年他经常给我们写信、寄东西什么的，家里人都知道。六叔，家常我是真的没什么兴趣，我也不想沾这些麻烦事，还是算了吧。叫了辆出租车将六叔送回家后，叶枫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是叶枫吗？我是你五叔啊，还记得我吗？有点印象，二爷住的那个院子就是你的吧？五叔，有什么事吗？也没什么事，这不是二爷年纪大，想搞点纪念吗？你现在应该很忙，没时间带媳妇回老家吧？这样，我去找你拿当初结婚的录像，你应该还有吧？咱拿回来给二爷看看，也好让他知道你已经成家立业了。